海玲怒极而笑，是我害得你失去工作的，要不是你贪心，你会落下那些把柄给我，是你害得你自己失去了工作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他冷冷地道，我也后悔啊，后悔没有早点看透你的渣性啊，没有早点跟你离婚，周红林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都不后悔和你离婚。周红林怒视着他，怒道，就算我不贪心，你有战印帮着你啊，我一样会失去工作。海玲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好歹做了几年的夫妻，你竟然那么狠，挖着坑我。离婚时他要求他离婚后不能再拿着那些证据去报复他，他答应是答应了，只答应了他本人不会对他再进行报复吧。没有把海童夫妻俩都算进来，分明就是故意的呀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战印就是战少，知道战少能把我整得哭爹喊娘？丢工作毁前程，我去哪里知道战印的身份？海玲反驳着，我一个只知道带娃的家庭主妇，有什么渠道知道战印的真实身份？说我坑你，我怎么坑你了？离婚是我们俩的事情，我当然是替我自己保证，彤彤和战印怎么想怎么做我可保证不了，就像你永远都不能保证你的母亲和大姐不找我麻烦一样。提到了周红英，周红林如同开窍了一般，我姐和我姐夫年前就丢了工作，也是战印的手笔吧？就是战印替你出气来。海玲冷笑，战印是我妹夫，我妹夫替我出气怎么了？你不过啊，你去找战印讨说法呀。他哪敢去找战印讨说法呀？那连去战氏集团的勇气他都没有，还敢来找海玲，那是他听说海童知道战印的真实身份后很生气，小夫妻俩现在还没有和好呢，海童还没有端着战家大少奶奶的身份，他才敢来找海玲骂几句。要是海童此刻在场，周红林也是一声不敢吭的。战印是战家的大少爷啊，他身边的苏南来自神秘的苏氏家族，在管城市无人敢惹的家族。海童早就对他的渣恨得牙痒痒的，他敢在海童面前横，海童在战印面前说他一句坏话，他就连在管城站住脚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他和叶佳妮的婚房还在装修中，那要一笔钱呀。叶家知道他和叶佳妮偷偷领了结婚证后，气得跳脚，却拿叶佳妮无可奈何。当初索要66万的彩礼也是一减再减，就减去了60万，只要当初的零头了。主要是呢，现在周红林把大部分的钱给叶佳妮花在房子的装修上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经手了才知道不容易啊。装修样样都要钱，叶佳妮自己就心疼钱了呀。最后敲定的彩礼钱是叶佳妮决定给的数额，虽说彩礼钱减了又减，还是要一笔钱呀。更何况还要办婚礼，反正样样都要花钱。主要是小夫妻俩现在失去了工作。海玲，刚刚是我语气不好。周红林压住了脾气，忽然向海玲道歉。哇，你的店装修好了吧？我能进去参观参观吗？海玲防备地问着他。你想说什么就在这里说，进去打什么鬼主意？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呀，还是不要单独相处，免得你老婆跑来指责我勾引她的男人。他想说他对海玲早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，那么胖，一胖毁所有就成了丑。看到海玲已经减掉了几十斤，哎，跟以前相比好看多了，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。还没有长胖的海玲其实是很漂亮的，各方面都不输于叶佳妮的。佳妮就是心思重啊，我们怎么说也曾经是夫妻啊，只要我们联系，佳妮就会误会。猜疑海玲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要是海玲还爱着他，被两个女人争着，周红林都忍不住自夸一句她优秀，这是白日梦。海玲早就不爱他了。周红林心情就有点复杂，是他先背叛海童的，但在海玲放下对他的感情后，他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他希望离婚后他和叶佳妮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越幸福。海玲则是生活不顺，日子过得特别凄惨，现实却是海玲过得比他好。海玲
我现在没有工作了，找工作也不好找。战印整治我，我就算去找工作也找不到的。咱们好歹做了几年的夫妻，还有洋洋这个儿子的存在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你投资开这家店花了多少钱？应该也就几万吧，顶多是10万左右。我们当初离婚，我分给你的钱有100多万，余下的那些钱你借给我应急。我和佳妮在挑选办婚礼的日子，选好了日子就要办婚礼，请客吃饭，样样都要钱，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钱了。你把钱借给我，等我找到了新的工作，赚到钱了再还给你，有洋洋在啊，我保证会还钱的。海玲扭身就开了门，进店里接了一桶水提出来，把那桶水用力地放在周红林的面前，对周红林说道：“你弯腰往水里看看啊。”看什么？周红林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看一下你的脸有多大啊？我的钱干嘛要借给你啊？你没有钱办婚礼就不办呗，与我何干？周红林，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海玲吗？那个爱着你，为了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包容你所有的海玲已经被你杀死了。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海玲说着就要提起那桶水泼周红林，周红林赶紧往后退，边退边叫喊着：“海玲，我好歹是洋洋的亲爸，你对我这么狠，洋洋长大后知道了，肯定会怪你对他爸那么狠的。你不借钱给我，那就把你这家店给我来经营，我肯定比你会做生意。”海玲上前几步，一桶水泼过去，周红林避得快，没有泼到他。那海玲手一扬，把桶砸向了周红林。这一次呢，周红林避之不及，被那只桶砸到了。海玲扔了桶后，顺手就在门边抄起扫把，冲向周红林，高举着扫把朝他拍打过去。周红林躲闪了几下后，就赶紧钻进了车，开着车跑了，边跑还边骂着：“泼妇！海玲，你就是个泼妇，离了我周红林，看还有第二个男人要你吗？”周红林开着车逃跑了。在回家的路上都还在不停地骂着海玲是泼妇，还是他的佳妮温柔善解人意，他是一点都不会后悔离婚的。回到现在租的房子楼下，看到熟悉的一辆车，周红林就头痛了。那是他姐姐的车子，他姐姐又来了。烦躁地扒了扒头发，周红林啊，那还是回家去吧。他和叶佳妮丢掉工作，不用问也知道是战印在整他。姐姐和姐夫也失去工作，会不会也是战印的手笔？那样的话，等于是他拖累了姐姐。刚回到屋门口呢，周红林就听到了争吵声。叶佳妮和周红林一起被公司辞退的，夫妻俩一起离开公司，但半路上，周红林就让他下车打车回家。他说他心情不好，需要去发泄一下。叶佳妮理解的自己打车回家。他其实心情也不好，给周红林当秘书，他对他一向很照顾，收入也不低，忽然间就丢掉了工作。叶佳妮想骂人。回到租房里，进门看到大姑姐带着小宝过来，她淡淡的叫了一声姐，就回她的房间。结果进房后看到房里乱七八糟的，她的那些化妆品啊、护肤品啊散落了一桌一地，口红都被折断了，她的梳妆台还抹满了各种护肤品，墙上、地上、被子上都被抹了口红，红红的一片，看着让她火冒三丈。妈呀！叶佳妮当时就叫喊着。周母走过来就问她怎么了，叫那么大声，我还没有耳背能听见。妈，你看我的房间是不是小宝弄的呀？小宝调皮得很，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他来了后不要让他进我和红林的房间。你看看他把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都弄坏了，就还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。周红英跟着走进来，他环视了一遍小儿子的杰作后，满不在乎的道：“你收拾一下呗，这么大人，还是当舅妈的，还跟一个3、4岁的小孩子计划。小宝才多大，他又不懂事，看着好玩就完了。以前他过来都是这样玩的，海玲可不会说什么。那是海玲先把房门锁上，不让小宝进他的房间。
嗯，况且洋洋有很多玩具，小宝就顾着和洋洋抢玩具了，所以不曾进海玲的房间搞破坏。玩具弄乱了，收拾一下，火气没那么大，海玲才会一直包容着。现在离了婚，洋洋归海玲，叶佳妮还没有生育，家里没个小孩子，也就没有玩具了呀。3、4岁大的孩子正是狗都嫌的年纪，调皮好动，一刻钟都静不下来，没有玩具给他玩，他就自己寻找可以玩的东西。周红林又不锁房门，小宝够得着门把，就自己开门进去玩了。周红英过来是跟母亲吐槽，现在找工作太难找了，失业在家里，天天要花钱不说，还容易夫妻闹矛盾。她指责老公那么久都找不到工作，老公也指责她没用。任辉还想开店做建材生意，盘下店面再翻修，前后需要10几万元。周红英觉得夫妻俩现在没有收入，舍不得动用存款给老公开店，就怕生意没有做起来亏了，但又想让丈夫尝试一下。万一生意做起来了，她以后就是老板娘了。习惯了娘家帮扶的周红英，那很自然的就过来找父母和弟弟帮忙。我不是海玲啦！叶佳妮崩溃的大声叫喊，你们那么喜欢海玲，就去找她呀，看她理不理你们。她现在最恨的就是周家人时不时就拿她和海玲比较，以前总是在她面前说海玲这方面不好，那方面不好的，离了婚，她进了家门，又开始说海玲的好了。周红英，是你儿子把我房间弄成这样的，你得帮我收拾干净。任小宝毁坏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，你也要照价赔偿。周红英也来了气，说道：又不是我弄成这样的，凭什么让我帮你收拾干净？是小宝弄的，你叫小宝帮你收拾呀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嘛，你找小宝去吧。你那些护肤品、化妆品还不是我弟买给你的，又不是花你的钱，哪来的脸让我赔偿啊？你能拿出证明来，证明都是你买的，我就给你赔偿。叶佳妮气得抄起枕头就朝周红林砸过去。周红林现在是我丈夫，我老公送给我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就得照价赔偿。不赔偿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再进这个家门。有本事的又把你老娘接过去帮你带娃。总之，你老娘没有帮过我，以后她做不动了，生病了，要人伺候的时候别找我，对我不好，还想我对她好，没门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海玲那样善良好脾气，这是我弟的家，我父母在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？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进门？姓叶的，我告诉你，在周家还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，不要脸的贱人！小三，狐狸精，贱人，就知道勾引男人。要不是你，我弟好好的一个家也不会搞成这样。叶佳妮是小三上位，但也最恨别人当面骂她贱人、狐狸精。被周红英这样辱骂呢，她气得扑过去就和周红英扭打起来。周母自是帮着女儿的，她看似拉架，确实拉偏架，帮着女儿跟叶佳妮打架。叶佳妮战斗力也是强得很，她一个人跟周红英母女俩打，虽没占到便宜，却也没有吃亏。周父抱着小宝站在房门口大声呵斥，并没有帮忙打架，还是周红林开门进屋，发现不仅仅是吵架，还在打架。他把车钥匙一扔，赶紧上前去制止3个打成一团的女人。怎么回事？周红林黑着脸大声质问着。红林，你看啊，叶佳妮有丈夫撑腰，马上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让周红林看一地的狼藉，委屈地道：小宝把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全都毁了，还把咱们的房间画成这副样子，我让姐收拾一下，姐不肯，还骂我小三贱人、狐狸精，只知道勾引你。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，你说过会护着我一辈子，不让任何人欺负我的，你姐现在欺负我了，我这才嫁进来，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你姐就这样欺负我了，连装一下好姑姐都不愿意。她听说当初周红林和海玲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周家人都装得很好的，
对海玲姐妹俩就疼得像亲生女儿似的。是结婚后吧，海玲怀孕生子了，大概是觉得有了孩子后海玲不会离开了吧。周家人的嘴脸才露出来的，叶佳妮都不得不夸一句，就周家人会装。就到了她这样，周家人却是连装都不想装了。叶佳妮对周红林是真爱，否则她也不会义无反顾地嫁进来。至于婆家人极品，叶佳妮自信能收拾他们，所以她压根儿就不怕婆家人。她只要抓住了周红林的心，抓住了周红林的钱包，她啥也不怕。叶佳妮一边诉说一边哭，周红林就看她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好是心疼。他环视一下房内的情况，也是一肚子的火气。他一手揽着叶佳妮的肩膀，说着姐，你怎么不看好小宝？你看小宝做了什么啊？你还好意思指责佳妮啊？换成是你能不生气吗？周红英理直气壮的道，小宝还是个孩子呢，他不懂事。小宝不懂事，你还不懂事吗？看到小宝进我的房间搞破坏，你不知道阻止他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周红林，我是你亲姐，你是这样对你亲姐的？小宝什么时候你们房间的？我又不知道。我帮着妈一起做饭，没听到动静。还以为小宝在看动画片，谁知道小宝在你房里搞破坏。谁叫你们不知道把房门锁上，自己没有做好防备工作，还怪小宝了。要不是我帮妈做饭，我肯定能看好小宝不会让他进你房间搞破坏。你说你娶个老婆有什么用啊？什么都不干。家里的卫生是爸妈在搞，买菜做饭也是爸妈在干，什么活都是爸妈干了。你不知道体谅爸妈，就知道偏袒着你老婆。周红林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周红英是觉得弟弟二婚后完全站在弟媳妇那一边。我和佳妮都要上班，爸妈退休在家，又不用带娃，帮我们做点家务事，买菜做饭怎么了？伙食费是我和佳妮出的，又不花爸妈一分钱。以前爸妈帮你们带娃做饭的时候，花的还是爸妈的钱呢，就你和我姐夫出过一分钱了吗？周红英就哑口无言。佳妮，别生气了，小宝弄坏的化妆品，我重新给你买，以后咱们出门记得把房间门锁上。都是一家人，这一次就算了，别闹了哈。周红林温柔地帮叶佳妮擦拭着泪水。叶佳妮告状的时候并没有点婆婆的名，周母眼见风向不对，也不敢吭声。此刻看到儿子那样温柔地对待儿媳妇，周母心塞塞的。红林，我也不是不懂事要和姐计较的人，实在是小宝太调皮了，我看得太生气，才会指责姐姐的，但姐姐蛮不讲理，还要打我。在这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就我是个外人，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。我姐就是那样，以后不用理她就行。这是咱们的家，你是女主人，谁敢再欺负你，我跟她算账。周红林狠狠地瞪了姐姐一眼。姐，你把我的房间收拾好，以后看好了小宝哈，不要每次过来都闹得鸡飞狗跳的。以前小宝就喜欢欺负洋洋，抢他的玩具，上次还骗人，害得洋洋被打进了医院。别看小宝小，你就不管了。你现在不管，长大后你想管都管不了。周红英还想说什么的，记起自己过来的目的，不情不愿的道：知道了，我会帮你们把房间收拾好的。小宝就是这性子，我怎么管他？周红林哄住了老婆后，才问姐姐：姐，你过来有事啊？我和你姐夫不是失业了吗？最近我们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呀。年纪大了是我们的硬伤，人家都是要求不超过35岁的，我和你姐夫都40出头了。你姐夫就想着盘个店面开店，做建材生意。现在那么多人买房，买了房也要装修，做建材生意肯定好赚，不过我们没多少钱，想着跟你借点钱。红林，你收入高，还有100万的存款，借个20-30万给你姐夫去闯一闯，闯出来了会连本带利都还给你。借10几万的话，刚够开店，多借点还能周转一下。那周红英呢，想着弟弟有钱，能多借点就多借点。
叶佳妮听到大姑姐的来意后，那脸当即就拉得老长老长的。她没有说话，先看看周红林怎么说。周红林说道：“姐夫想闯一闯也是好事啊，盘个店需要那么多本钱吗？姐和姐夫工作了10几年，平时开支花销都是爸妈出的，你们的工资都存起来了，存了10几年，拿不出20-30万元。”那周红英一噎，随即说道：“最近我和你姐夫不是没有收入了吗？坐吃山空的，存款没有多少了。再说了，我3个孩子要养呢，总不能把存款都花完吧？我们以前收入又不高，一年存不了几个钱，比不得你能赚钱。红林，不是姐哭穷，姐说的都是实话。你1年的收入顶你姐和姐夫10几年的收入了。”周红林压根儿不相信。或许以前收入是低哈，但近几年来呢，姐和姐夫的工资都大幅上涨，夫妻俩1年能存下来的钱，少说也有10几万元。他就不信姐姐拿不出本钱开店。姐，你跟佳妮说吧，佳妮要是肯借，我没意见的。现在我们家里是佳妮管着经济大权，我把存折和银行卡交给佳妮保管的。我和她的婚房在装修，钱给她管着也方便点。还有，我告诉爸妈和姐一件事，我和佳妮今天也失业了。海彤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，战少出手整治我们，把海玲当初拿来威胁我的证据都交给了老总，老总就把我们俩辞退了，而且不给任何赔偿。周红英则是看着叶佳妮，她弟是不是傻呀？怎么能把经济大权交给叶佳妮管着？叶佳妮管钱用脚趾头想，也知道叶佳妮不会借钱给她的。果然，叶佳妮说道：“姐，我和红林还要办婚礼，房子也在装修，样样都要钱。我们俩也失业了，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你。”听了周红林的话，他敢说这个极品大姑姐的存款丰厚，只是这种人被娘家补贴惯了，总想着花娘家人的钱，自己的钱舍不得往外掏。有他叶佳妮在，周红英别想从周红林这里要到1分钱。周红英撇撇嘴不说话了。那与此同时的商家别墅啊，海彤牵着洋洋走进了豪华的大厅。洋洋来了，快来姨婆这里。商太太看到洋洋就起身迎过来，满脸都是笑，就知道商太太是自己的姨婆后，又见了数次面，洋洋肯让商太太抱她了。大姨。海彤买了2袋水果过来，她把2袋水果递给商太太，说道：“大姨，这都是你爱吃的水果，大姨喜欢吃，大姨自己会买，以后可不能花钱了。你们姐妹俩肯来大姨家里坐坐，大姨都很开心的了，不用买东西过来的。”海彤姐妹一开始过来时都会买贵重的物品，被商太太一顿批了后，姐妹俩就改买水果了，也就花上100-200块钱就可以了。商太太就不用替他们肉疼钱了。商太太是穷苦出身，嫁入豪门后虽说吃尽了山珍海味，一些时令水果她依旧很喜欢吃。反正她现在这个身份地位啊，就哪怕她吃路边摊，也没有人敢说她什么了。姨甥俩一起走回到沙发前坐下，海彤把2袋水果放在茶几上，便有佣人过来提走了2袋水果去清洗。只要是海家姐妹买来的水果，太太都舍不得扔掉半个，所以呢，都要马上清洗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吃。2位少爷和小姐就算不喜欢吃，也不会说半句不好吃的话，知道这是太太外甥女的孝心。小飞不在家啊？没看到商小飞，海彤随口问了句。那丫头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可能是约了姐妹逃逛街吧。她就是个败家的，总喜欢买，很多东西买回来了也不用，堆放一段时间就扔。你说她是不是败家的？商太太抱怨着女儿花钱没个计划，乱花。那亏的2个儿子能赚钱，也疼爱妹妹啊，舍得给妹妹一大笔的零花钱。小飞最近不是想学着投资项目吗？说不定他是去考察了呢。商小飞是一直没有工作，但出身商家，投资的眼光肯定不错。海彤想跟着商小飞一起，2个商界菜鸟闯一闯。
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来。谁知道他，彤彤，你的手好些了吗？商太太一手抱着洋洋，一手去拉起海童的手看了看，既心疼又无奈的道：战印坦诚身份到现在，你一直不让大姨替你出气，也不来找大姨倾诉，大姨愁的头发都要白了，你姐妹俩就是那么绝。我记得你妈的脾气很好的，一点都不绝，也不知道你姐妹俩的绝性像谁的。海童笑道：大姨不是说我们姐妹俩的脾性像你的吗？商太太噎了噎，想到自己对海童姐妹俩的欣赏，不仅仅是姨甥关系，还因为姐妹俩的为人处事，让商太太很喜欢。的确，就绝性像她的。今天来找大姨，想让大姨做些什么呢？战印坦诚身份后，商小飞只有生气，并没有和海童反目成仇，只是心疼海童受了委屈，被战印欺骗，说要替海童整治一下战印。商家上上下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能放下了。既然女儿能够坦然面对，商太太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了。只要外甥女需要她随时能以娘家人的身份替外甥女讨个公道。大姨，我的确有事情要你帮忙的，你说只要大姨能办到的，一定帮你。就算大姨办不到，你还有2个表哥呢，他们能想办法帮到你。海童笑道：这用不着2个表哥，大姨就行啊。大姨平时经常参加宴会吧？我想厚着脸皮让大姨以后参加宴会都带着我。商太太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说道：这个没问题，平时大姨参加宴会，让小飞陪着我去。那丫头还不肯，嫌那些人虚伪，她懒得周旋。不论是这个圈子还是其他圈子，谁不会戴个面具做人？都是这样的，能帮到自己的人，就极力的巴结讨好；帮不到自己但又不能得罪的，就不得罪，既帮不到自己，身份地位又不如自己的，就端着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一点也不怕得罪人。你只要明白人人为利就行，不要随便相信别人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若有人想害你，你也不必忍着勇敢的还击，让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。海童连连点头：你怎么不让战印带着你去呢？商太太好奇地问道。海童今天能来找他，就知道海童是在尝试着融入战印的圈子，在为他和战印的未来努力着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：战印脾性霸道，我跟着他一起去参加宴会，看不透人心。战印会护着他，也没有人敢当着战印的面挑衅他，他就无法看透那些人能交往，那些人不能交往。他要想和战印过一辈子，往后的生活里肯定有他单独赴宴的时候，他要是不摸透，单独赴宴时容易被人算计坑害。海童也想试一试自己能不能适应那种充满虚伪算计的圈子。商太太想了想，说道：也是，别看上流社会的人都很有修养的样子，他们都是笑面虎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。有些人能当面就给你挖坑，他们也很排外的，不会轻易让人融入他们的圈子。有多少有钱人的太太想跟那几大豪门的太太交往，人家都瞧不起他们呢。战家的地位摆在那里，你是战家大少奶奶，明面上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暗地里算计你，那就不好说。你既然决定跟战印过一辈子，这些你都必须亲自面对并适应，还要学会反击。就算战印不在你身边，你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啊，那样你在管城上流社会的地位就稳了，有利于你以后掌管战家的后宅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当家太太。海童心想，他除了跟战印过一辈子，还能跟谁？就那个霸道鬼，他敢说一句分手的话，他就能跟他急。离不了，只能融进去。我最近收到了不少的邀请函，我还没有看呢，应该都是些不重要的吧，管家并没有特意的提醒我。商太太说道：你既然想跟着大姨积累一下经验，大姨带着你参加每一场宴会。说着，他吩咐人把那些邀请函拿过来。他看过所有邀请函吧，再交给海童、彤彤。
你先把这些邀请函的日子邮进到远排好，然后大姨跟你讲讲办宴会的主人家都是经营什么生意的，是如何发家的，家里的人都是些什么品性。与人交往，摸清楚对方的品性很重要。其实与人交往也等于是上战场，知己知彼就能百战百胜。好，海童也看过每一份的邀请函，然后按照日子的远近摆放好。妈，海童来了是不是？这个时候，商小飞的声音从屋外传进来，很快便看到他晃着车钥匙现身。当他看到洋洋也在的时候，笑嘻嘻的上前，从母亲的怀里抱过了洋洋，就举高高，把洋洋逗得笑个不停。小飞，你要抱牢了洋洋，别摔着洋洋。商太太紧张地提醒着女儿，怕女儿没有抱牢孩子会摔着洋洋。哎，妈，放心吧，我摔着我自己都不会摔着洋洋的。逗了洋洋一会儿，商小飞才放下洋洋，还问洋洋，洋洋喜欢小飞姨吗？喜欢呀，很喜欢，小飞姨漂亮，洋洋喜欢。商小飞笑着轻捏一下小家伙的脸，笑道，洋洋的嘴巴真甜，这么小就知道哄女人开心了，长大后绝对会成为女人杀手，也不知道哪家的白菜会被他拱掉。他又摸一下自己的脸，自信的道，不过洋洋是孩子，最是实诚，说的都是大实话。我不就是漂亮，人见人爱的。海童笑道，对对对，洋洋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商太太趁着女儿呢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妈，彤彤，你们俩在看什么？我进来时见你们俩就看得很入神。商小飞看向那一沓的邀请函，随意拿起一份翻开来看了看后，就把那份邀请函志回到茶几上，说道，我最是不耐烦参加这种宴会的了。彤彤，我妈要带你去吗？我告诉你，那种场合不好玩的，还不如叫上小军，咱们去吃火锅呢。商太太斥着女儿，你当人人都是你，又说要学着做生意啦，想做投资，你不与人交际怎么做生意啊？妈看过了，明天晚上是董家办宴会的日子，你们俩都跟着妈一起去露过脸，学习学习怎么与人交际。妈，我不去了，再说了，董家的门槛跟咱们家差了一大截呀。什么时候起，我妈要给那样的三流豪门面子了？小飞，是我让大姨带着我去参加宴会的，我想我以后需要经常参加那样的宴会，就当作是学习一下，积累经验。商小飞哦了一声，就问他，你和战印和好了？那厮还没有叫过我一声姐呢，你叫他改口叫我姐，我就帮着他在你面前说他的好话。你比战印小几岁呢，好意思让战印叫你姐？商太太斥责了女儿一句。商小飞理直气壮的，我是彤彤的表姐，战印是彤彤的丈夫，他就该叫我姐。辈分是不受年龄限制的，有些人刚出生已经是当叔公的人了呢。彤彤，你既然做好了抉择，那姐就舍命陪君子，陪着你跟我妈一起去和别人演戏，那种场合不就是你演我戏？商太太真的被这个女儿气死。海童笑道，我倒是觉得你既然决定学做生意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学会容忍的。哎，小飞要是有你一半的通透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商太太是拿女儿没有办法，当然也是她的女儿有足够的资本，不必与人虚与委蛇，可以肆意而为。小飞很好呀，我就喜欢小飞这样子率性。商小飞得意洋洋的高抬下巴，说着母亲，妈，你看，你觉得海童比我更好，但海童又觉得我很好。你呀，给你3分颜色，你都敢开染房的。三个人说说笑笑，洋洋的童言童语穿插其中，屋里欢声笑语。一会儿后，一名佣人走过来，恭敬地道，太太可以吃饭了。商太太嗯了一声，便对海童说道，彤彤，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后上楼去，你试一试小飞的那些礼服，看看你适合哪一款式。大姨给你买几套礼服，下午再去弄个头发。既然你选择了要站在战印身边，不做他笼中的金丝雀，总要改变一下的。况且你想学的这些终身受用，
礼仪方面，大姨也会慢慢的教你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相信一教就会。海童听从商太太的安排，没有意见。他或许不能复制他大姨的路，但他可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至少不会拖战印的后腿吧。走啊，洋洋去吃饭了。商太太抱起了洋洋，她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跟她妹妹小时候很像。要是给洋洋换上小裙子，就更像了。妈，我大嫂不在家，她说最近不太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在彤彤过来前打电话给我，说她检查后就回娘家吃饭，晚上再回来。商太太并不会限制儿媳妇回娘家的次数，她自己也有女儿，女儿要是嫁人后，她也是盼着女儿能够常来的。有些豪门贵妇会对儿媳妇诸多的限制。大嫂怎么不舒服了？姑嫂感情好。商小飞关心的多问了一句。海童也很关心蓝鲸的情况，还没有打电话给我，应该是还没有拿到结果吧。商太太说道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，我们每半年就体检一次。提到体检的事，海童想到战印跟他说的话，想着他要不要也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几个人在餐桌前坐下，洋洋会自己吃饭，不用大人喂，倒是省事些。商太太刚拿起筷，又有佣人进来，恭敬的道：太太，郑少来了。